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咱们接着聊聊前两天那位急先锋胡志伟。咱们上期聊到，这老小子在英国机场被扣留了。那当时呢，以为他要被遣返回港，没想到好多网友说他已经进入英国潇洒去了。我当时心里面还琢磨，行啊，如果被英国收了，简直太好了。这种反骨仔，香港可千万不要他回来了。结果呢，谁能想到这两天剧情又反转了。那前面的事情呢，我给刚来的朋友简单讲一下6月30号那天，老胡在香港的赤柱监狱里整整踩了4年0.5个月的缝纫机，终于是刑满释放了。那一出狱呢，人家连牢房里的妥都顾不上拍，麻利的从箱底掏出那本拿命藏着的英国兵役护照，订了张直飞伦敦的机票，跑得比兔子还快啊！他打的算盘那叫一个精啊！我在香港坐过大牢，这绝对是我去西方主子那儿拿的顶级投名状。那到了伦敦，那就得住大别墅拿英雄津贴，顺道呢在西方媒体镜头前立一个流亡英雄的绝世牌坊，跟我早早赢了老婆孩子团聚，享清福去了。结果呢，现实这一巴掌抽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呀，直接把他给抽懵了。他刚踏上了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地面红毯没踩着，花也没收到，反而直接被英国边境执法人员当场扣留了。人家那个系统一刷有严重的犯罪及司法记录，敏感身份，动机极度不纯。那人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几个字拒绝入境，立刻滚蛋。执法人员立刻叫停，当场就把他推进了机场盘查室严加审问。那当时呢，甚至把遣返航班都给他看好了，就等着送他上一班飞机，直接强制递解出境。最后呢，老胡在小黑屋里是冷汗直流不知道把英国那几条移民法的法规复读了多少遍又到处托人情，咬着牙求情，这才勉强的让英国人松了口，扔给了他一张入境保释单，而且呢，上面盖着死死的时间，只准他在英国逗留短短的7天。很多人看到保释2个字会以为，哎呀，那他不还是进英国去了吗？不还是逍遥法外了吗？各位千万别被这个词给糊弄了那今天呢，必须给大家做一个法律科普。在这个英国的移民体系里，所谓的入境保释根本不等于你合法入境了。它的本质是英国政府在法律上依然认定你是一个非法的潜在入侵者，只是因为某些临时的程序性原因，暂时不把你关在看守所里，放你在指定区域里活动几天。那在这个期间你没有自由工作的权利，也没有福利保障，而且呢，必须随时接受召唤，随时准备被强制递解出境。老胡从想象中的座上宾瞬间变成了小黑屋，那再从小黑屋到被挂上驱逐令的保释人员。老胡在英国的土地上连脚后跟还没站稳呢，就已经尝到了被主子挨在地上疯狂摩擦的滋味美联社在27号的报道里那用词叫一个狠，直接嘲笑他说，胡志伟所谓的成功抵达英国水分极大，这周3就是他的生死线。如果英国内政部不松口，他马上就会成为近年来第一个被英国官方公开扫地出门的乱港头目。这哪里是什么家庭团聚的苦情戏这简直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国际大笑话眼看着7天的时间马上就要到期了，老胡那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办呢？为了保住自己继续赖在英国的希望他在保释期临近结束前赶忙联系了美联社做专访，那试图搞一场舆论救火与危机公关。但大家只要仔细阅读他在专访里的言论就会发现这个人的逻辑错漏百出，把虚伪和懦弱演绎到了极致。那当年这老小子在台上那叫一个嚣张动不动就喊什么抗争到底，宁死不屈。结果现在呢，面对镜头，老胡第一句话居然是急吼吼的澄清，大家千万别误会我绝对不是来申请什么政治庇护的，我也绝对不是来给英国政府添麻烦的，我就是纯粹来看老婆孩子的。你们看我连今年11月份回香港的双程机票都买好了，我待几个月肯定走的，绝对不会赖着不走的。哎呦喂，大家听听这逻辑讽刺不讽刺？当年把西方吹得像个神圣的天堂，如今真到了主子的地界上，那为了不被当场扔出去，他居然连寻求庇护这4个字都不敢从嘴里蹦出来甚至还要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战战兢兢的把11月份的回程机票举过头顶给全英国人看。你们看，我真的会走的，求求你们了，别赶我走。这种爆棚的求生欲哪里还有半点当年趾高气扬的大佬风范简直把认怂这2个字刻在脑门上了。
眼看表忠心不够了，老胡又开始来软的了。他在采访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苦说：“我真的是太可怜了，我老婆孩子2022年就搬来英国了，我过去几年在这个监狱里每个月只能跟家里面打10分钟的电话，写一封信又在路上漂1个月，我们骨肉分离你们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吧。”好家伙，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当初你跟着那帮外部势力在香港闹的时候，当你把无数普通市民的饭碗砸碎，把别人的生活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你有过哪怕一丁点的同理心吗？你有可怜过他们吗？采访到最后最让人拍手称快的一幕来了，老胡竟然低声下气卑微到泥土里隔空向英国内政部喊话恳求：“求求青天大老爷们重新考虑下决定吧，稍微延长一下我的拘留期吧，我很害怕这次留下被驱逐的案底，以后连来英国探亲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哎呦喂，从当年不可一世的大佬沦落到今天在主子面前苦苦哀求给条生路，他不仅把自己的老脸丢到了国际上，被踩了个稀碎，这出丑剧更是让海外那帮早就移居英国的小伙伴们看了个清清楚楚，瞬间心凉了半截那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纳闷，不对前几年西方某些国家对这帮乱港分子不是挺热情的吗？又是给边营护照，又是安排政客接见的吗？怎么到了今天，英国边境局下手这么黑了，这么狠了，一点面子都不给了，甚至迫不及待的要把人往门外扔呢？各位，这个事咱们得往深了看这就是极其残酷冷血的地缘政治现实。在政治博弈这盘大棋里有一个最残酷的真相，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就是主子里的筹码；你没用的时候，你连一袋垃圾都不如那前几年呢，老胡这帮人在香港搞破坏的时候，在西方政客的眼里他们是绝佳的工具人，西方可以拿他们做文章，在国际舆论上天天抹黑中国。可是如今呢，那随着香港国安法的落地生根，香港社会早就恢复了秩序，法治的铁拳重拳出击，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在政治层面上，老胡这种人已经彻底沦为了毫无利用价值的政治废棋。你再看看现在的英国，这自己家里面早就烂成一锅粥国内通货膨胀高得吓死人，能源价格翻倍，公共医疗系统濒临崩溃英国本土的民众对那些跑去抢饭碗、抢福利的外来移民，那个愤怒情绪已经积攒到了火山口上。现任的英国政府天天被老百姓指着鼻子骂：“你们连边境都管不好，放一堆外人进来抢我们的资源。”在这种节骨眼上，你老胡过来了，在英国海关眼里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第一，你没有任何合法的长期签证；第二，你身上背着刑事案底还有第三，你年纪一大把了，带不来1分钱的投资。你不仅对英国经济没有半点贡献反而极有可能留下来蹭吃蹭喝，成为消耗英国纳税人钱财的社会毒瘤。那既然收留你没有任何好处只有一大堆麻烦，这英国人凭什么要给你特殊照顾英国边境警察现在唯一的 KPI 就是严格按章办事，能赶走一个是一个。谁敢为了你这个毫无价值的弃子，去冒着被本国选民撕烂的风险搞特权更讽刺的是你们去看看这2年在英国的那些移英小将们，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绝人寰在香港本来当着白领，拿着高薪，听了主子的忽悠，卖房卖车的跑去英国，结果呢，学历不被承认，语言不过关，只能去菜市场搬砖，去中餐馆洗盘子，去满大街的跑外卖。现在这帮人原本还指望老胡这样的大佬过去能跟他们长长脸，证明大英帝国还是爱我们的。结果呢，老胡落地就被抓，直接塞进小黑屋，限期遣返。这一下，移英圈子里的信仰彻底是崩塌了咱们把整件事放在一起看，这简直就是给全世界人上了一堂极其生动、极其解气的实景教育课那多年来，西方某些国家天天把什么人权庇护、自由灯塔挂在嘴边，把这帮人捧成了民主斗士，标榜自己是所有流氓者的避风港。现在遮羞布被无情的扯下来了。当老胡真正面临危机，需要这个避风港的时候，西方主子回敬他的不是温暖的怀抱，而是冰冷的防爆盾牌、小黑屋的冷板凳，以及一张限期7天的驱逐令。这种巨大的落差彻底戳破了西方长期以来搭建的虚伪假象。人家从来不需要什么自由斗士，人家需要的只是用来恶心中国的一次性消耗品。你有用的时候呢，你叫小甜甜；你没用的时候，你连牛夫人都不如直接一脚把你踢进垃圾桶。
老胡用他自己滑稽可笑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出卖自己的家园来换取个人利益，注定不会有任何好下场。祖国不认你，主子也嫌弃你，两头不靠，里外不是人，活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人耻笑。那至于老胡那份低声下气的哀求，到底能不能换来英国大老爷们的一丝怜悯呢？咱不妨拭目以待。但历史的规律早就已经证明了，靠乞讨得来的施舍，终究不过是一场一厢情愿的泡影。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啦，咱们就祈祷一下，让英国政府把它收了吧，香港不需要它。